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到咗嵩山少室山嘅三王寨景區，咁我哋將會從呢度開始徒步去到三王寨，然後再穿過後山，通過吊橋同埋棧道，再乘坐呢個纜車落山去到少林寺。现在这里呢就是三皇寨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穿过这个少室山，就到了少林寺了。Let's go 吧！呢度就係我哋第一個難關，好看波啊！睇上嚟係咪好得人驚呢？咁多級樓梯呢，睇上嚟都有啲腳軟嘅，但係冇辦法啦，只能頂硬上啦。咁終於行咗一半啦，等我哋休息下先。向後睇返，其實都唔係好高啫。終於爬上咗好漢坡，上面居然有一間廟，咁佢上面寫住個名呢，就叫做金闕雲宮嘅。呢個頂都算幾型喎。呢個上面寫住聚寶爐，唔使問都知道呢個應該係用嚟化金銀衣紙嘅器皿啦。咁繼續我哋上山嘅路啦，又係一級嘅樓梯。其實我都好討厭樓梯嘅。咁我哋只能一步一步向上行啦。呢度就係我哋下一個景點蒼山臨海。咁點解叫做蒼山臨海呢？大家睇下就知道啦。我哋前面嘅路仲有好長啊，所以要繼續出發啦。咁呢條唔係傳説中嘅長命斜咩？而且仲係樓梯版添，真係攞我命啊！我哋而家行緊嘅呢條從少室山三王寨景區出發嘅路線，佢嘅缺點呢，就係喺上山嘅時候呢，係有好多嘅樓梯級嘅，所以行呢條路線嘅遊客亦都唔算多。咁我哋順便講下嵩山。嵩山因為山峰太多，而且跨度太大，所以嵩山山脈係分為太室山同埋少室山，由呢兩座山組成嘅。所以我哋平時係會講嵩山少林寺，而少林寺嘅後山呢，就係少室山。爬上呢條超級長嘅樓梯級之後呢，我哋就到咗南天門啦。又係呢個名。我唔知道點解喺中國呢，有啲名氣嘅山都會有個地方叫做南天門嘅。呢度就係少室山嘅南天門。咁大家不妨嚟睇下南天門嘅景色，究竟靚唔靚啦？嗰座遠處嘅吊橋就係我哋之後要通過嘅地方啦。係咪好遠呢？我覺得少室山嘅風景其實都算唔錯，確實有佢獨特嘅地方。到咗南天門之後呢，離三王寨就唔遠啦。喺三王寨旁邊呢，仲有一個三王寨禪院嘅。呢度就係三王寨嘅三王廟。咁何謂三王呢？就係天王、地王同埋人王。咁有啲書講啦，後三王呢，天王就係伏羲，地王就係女媧，人王就係神農氏。
咁穿過咗三王寨，咁我哋正式就嚟到咗少室山嘅後山區域啦。咁迎面我哋睇到嘅就係回身崖，可以睇到回身崖嘅景色呢係算得係非常之壯觀嘅。咁喺呢個怪石嶙峋垂直嘅山壁上面，棧道係依呢個山壁而建，再加之以一啲樹木加以點綴。如果呢啲樹係松樹呢，就已經成為另外一個黃山啦。我哋不妨用另一個角度再欣賞一下回身崖漂亮嘅景色。睇完回身崖嘅風景之後呢，咁我哋就要繼續出發啦。其實下一個目的就係要穿過呢個回身崖，依然係要一步一步向前行啦。大家睇到遠處嘅吊橋呢，已經係比以前冚咗好多噶啦。咁行喺呢條後山嘅棧道上邊呢，咁我個人覺得佢好似係後天開鑿而成嘅。咁行喺上邊呢，我覺得都幾刺激噶。咦，太陽出嚟啦，咁有陽光照射下嘅風景呢係特別好睇啲嘅。咁我就嗱嗱臨拍低陽光之下嘅回身崖啦。前面呢度有住元天洞3個大字，但係我呢就完全唔知道元天洞喺邊度喎。咁我就繼續向前行。可以講話後山嘅路係比上山時嘅路呢係好行咗好多嘅，而沿路嘅風光呢亦都比之前靚咗好多。到咗崖嘅呢一邊，先知道元天洞係咩意思。就是舒特崖，也是个网红点，不过确实是实至名归，对着其他网红的名画还是很好看的。先天，果然是一線天。呢度就係後山嘅另外一個景點一線天。咁一線天呢個名，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噶啦。喺其他山上呢，應該都有見過類似咁嘅名。呢一塊咁巨型嘅大石頭呢，就真係懸空咁樣趴咗喺上面噶噃。睇上嚟係咪都好恐怖呢？嗱，要離遠啲睇呢，先至可以感覺到佢有幾大噶。呢一塊大石頭睇上嚟就好似一個巨型嘅蛇頭一樣，好似有條蛇從山壁上伸出嚟咁樣。睇嚟毛毛已經冇咩力氣啦，咁係時候休息下先。
咁細睇呢度嘅風光，其實真係唔錯嘅，值得再回頭欣賞下嘅。呢度睇上嚟係咪好似華山自古一條路嘅一線天呢？我個人覺得其實真係幾似華山嘅一線天嘅。從呢度可以睇到，呢度就係我哋嚟嘅時候嗰個三王寨啦。這個位置風景特別好，它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往下看，你的腿會特別軟。呢度就係歌崖吊橋嘅入口，通過呢度呢，就可以到達吊橋啦。係的。我特別喜歡嵩山，因為我愛豆許嵩就是這個嵩。呢一座吊橋呢，實際上佢係分割咗三王寨景區同埋少林寺景區嘅。一般從少林寺過嚟嘅遊客行到呢度就算結束啦。今天我們從三皇寨走過了南天門、三皇殿、玄天洞、吊橋，現在走到了這裡。然後呢，我個人是比較推薦這個方向往少林寺走的，因為從三皇寨到吊橋這一段風景真的非常好看，基本上90%都是上坡路，那個山勢看過去非常的奇峻雄偉。雖然是有一點累了，但是這麼走過來，一是風景好看，二是會非常有成就感。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一段的。咁呢度呢，就係少室山最有名嘅景點書冊崖。呢個山崖上面嘅岩石就好似書架上一層層疊起上嚟嘅書本咁樣，所以就叫做書冊崖。大家覺得似唔似？而整個書冊崖嘅垂直面又高又寬，所以睇上嚟係非常之壯觀嘅。所以呢個書冊崖嘅棧道亦都係最有名嘅，同時遊客當然亦都係最多噶啦。咁行過咗呢個書冊崖，我哋就快速咁向呢個分水嶺索道前進啦，希望可以快啲去到少林寺。終於嚟到分水嶺索道入口，下山路。下山啊，今天好有成就感呀，感覺特別好。而家我哋所在嘅地方就係少林寺嘅塔林。聽講呢度呢係有接近250個石塔嘅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呢啲石塔其實係少林寺歷代高僧埋骨之處。當然啦，石塔入邊放嘅唔係高僧嘅骨頭，而係高僧嘅舍利子。我們從三皇寨少室山上下來了，然後來到了少林寺。這個地方呢，就是塔林，是歷代高僧埋葬舍利的地方，當然也是少林寺很出名的一個地方啦。然後可以看到很有歷史，然後很有歷史感，也很古樸。因為少林寺嘅塔林係中國現存規模最大嘅塔林，所以平時呢度係吸引咗唔少嘅遊客到來嘅。從正面呢一個角度睇上嚟，係咪更加壯觀呢？
各位觀眾，4條煙唔係真正嘅少林寺啊，終於出現喺我嘅面前啦！我們到了嵩山少林寺啦，將，現在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吧 ，Let's go！咁我哋查完票啦，終於就可以入到嚟少林寺天王殿前面呢個庭院。呢度呢就有好多嘅石碑嘅，亦都叫少林寺嘅碑林。旁邊呢度呢就係觀音閣。我們進來了，前面那裡就是大雄寶殿。你看那棵巨粗的古樹，上面的洞洞都是煉大力金剛指戳出來的。你看，這是一棵銀杏古樹，上面的洞洞很厲害啊，大力金剛指戳出來的啊。現在我們一起進天王殿來看看吧。前面呢度呢就係天王殿，入邊呢係有4大天王嘅雕塑，然後入邊呢就係鼎鼎有名嘅少林寺大雄寶殿。我哋先睇睇呢個4大天王。大雄寶殿之前就少不了鐘樓同埋鼓樓啦。呢度係鼓樓，呢度係鐘樓。正所謂暮鼓晨鐘。鼓樓同埋鐘樓對應嘅敲鐘同埋擊鼓係古代嘅一種報時方式，同時亦都係佛教嘅規則，用嚟提醒和尚嘅功課時間。咦，大師你去邊啊？請問一下大師，你究竟係大師還是係少林公司嘅職員啊？大師你唔好唔理我啦，大師你去邊啊？大師唔好走啦！呢一隻神獸係唔係玄武？咁我就唔知啦。咁我哋去大雄寶殿睇睇，呢位大師正在收拾香爐上面嘅香灰。如果你要做一啲功德捐贈嘅嘢呢，喺呢度亦都可以做。我睇呢兩位大師好似坐得好唔耐煩咁，唔知係咪因為就快落班呢？所以大師呢個職業呢，睇上嚟亦都唔容易做噶。咁唔知係咪疫情嘅關係啦，還是係我哋嚟得太晏啦？大雄寶殿已經關門啦，唔俾遊客入去。咁我睇地圖呢，後邊係有鄭州少林寺旅遊開發公司同埋藏經閣可以參觀嘅。但我個人對於鄭州少林寺旅遊開發公司係冇乜興趣嘅，所以唔入去呢亦都冇所謂啦。咁呢一趟少林寺之旅，令我對中國漢人嘅宗教文化呢，可以講得上係徹底死心啦。喺我哋離開少林寺嘅時候，就遇到好多少林寺嘅高僧 ，AKA 少林開發公司嘅職員落班，然後我就發現呢啲咁嘅高僧原來都係打份工嘅，喺遊客面前只不過係裝模作樣下啫。但係我都唔會怪佢哋，可能人哋亦都有佢嘅家庭需要呢，上有老下有少。咁我最後總結一句，我心目中嘅嵩山少林寺已經係死咗噶啦，剩下嘅就係呢一個嵩山少林寺景區。從一個有住傳統宗教信仰嘅地方，到而家變成咗一個供遊客參觀、拍照、打卡嘅景區。所以如果你係衝住呢度嘅佛教文化而嚟，我諗呢，咁你會失望啦。